宗门大比上，万人迷小师弟得意洋洋拿着师尊赠予的本命剑，将我打成重伤。我颤巍巍吐出口老血，我的尊严被摁在地上摩擦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输。大师兄，你可要输了哦！于是我默默地从储物戒中掏出火麒麟，当黑漆漆的钢管展现在众人面前时，宗门弟子们不禁纷纷哄堂大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方师兄怕不是修为受损魔怔了，竟拿出一块废铜擂铁来。这是从哪里拾来的一块铁疙瘩？还妄想用来当法器？大师兄，您今日若是认输，让出灵芝，那我便手下留情；否则，师弟手中的剑伤到大师兄，可就不好了。我抹了把嘴角溢出的血丝，摸了摸火麒麟冰凉的枪身，识海里传来系统哗啦啦翻书的声音，半晌后才苦着脸。宿主，咱们传送错世界了，反正都是做任务，在哪个世界也一样嘛。怎么可能一样？我明明拿的是星际剧本。在传送到这个世界之前，系统信誓旦旦告诉接下来要与我一起去星际位面，而我的任务就是在本位面苟到大结局。为了能在枪林弹雨的星际世界活下去，我把所有积分都兑换成星际常用的武器，飞行器、粒子枪、营养液和激光射线炮等一应俱全。偌大的仓库里鼓鼓囊囊塞满了各类武器，就连角落还挤着几枚白胖的原子弹。然而不靠谱的系统竟然将我带到了修真界，系统试图唤醒我的良知。武器嘛，也没规定不能用在修真界，反正咱们拿的是炮灰剧本，坚持到剧情结束，任务就算完成。凭什么让我当炮灰？干脆一个核弹将宗门夷为平地算了，谁也别想独活。宿主，你灵根受损，修为再难精进，而你的师弟拿的是团宠万人迷剧本，自然是要踩着你，成为所有人心目中的男神。我上一个世界还扛着机枪与丧尸厮杀，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乖乖当甜宠文里的踏脚石？宿主，你想通了对不对？你只要坚持被众人打脸奚落，当一个合格的炮灰苟到大结局，咱们任务自然就算完成。你在做什么梦？我端起火麒麟，狠厉地冲着小师弟连开3枪。我大开杀戒，照样不耽误我活到大结局。扣动扳机声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我倒要看看，是这群筑基废物厉害，还是我仓库里的12颗电子弹厉害？苏阳还未完全反应过来，左臂已经被子弹击穿，身上护甲仪留下一个烧焦的小洞。师尊赠予他的护甲仪完全抵挡不了高频率的子弹射出。他先是愣了片刻，反应过来后才痛苦呻吟一声，捂着胳膊瘫软在地，痛得直冒冷汗。擂台下一只装死的大师姐骤然飞身上前，心疼地查看他的伤口。方圆，你居然拿暗器伤人！还不快跪下，给小师弟道歉！金丹大佬的威压铺天盖地冲我袭来，让我忍不住膝盖打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师弟输了，便是我拿暗器伤人；若我赢了，那岂不是小师弟拿暗器伤我？方圆，就凭你这点修为，能打得过谁？小师弟不过是想要你手中的玉灵芝而已，你却百般摧毁。一点当师兄的风度都没有。洛清雪嘴里说的玉灵芝，是我千辛万苦从苦寒之地寻回来的灵药，九死一生，几次差点命丧妖兽之口，终于将这灵药带回宗门，以治疗我受损的灵根。可没想到刚回宗门，小师弟得知我带回来玉灵芝，张嘴便缠着师尊讨要，而我自然是不愿意。按照宗门规矩，若是不愿，可去擂台比试一番，赢了的人有资格拿走败者身上的灵物。师尊生怕万人迷小师弟有任何闪失，不惜将自己的本命剑拿出来，帮助小师弟从我身上讨到玉灵芝。宗门上下所有弟子也都暗地里指责我为人小气，区区一株灵芝而已，竟不舍得给自己的同门师弟。大师姐莫不是忘记了，我的灵根是为了掩护你与师弟们逃走，被妖兽所伤。半月前在秘境，小师弟不小心引到了妖兽，众人不敌，眼看大家都要葬身在妖妇之口。为了能让同门活下去，妖兽足足追杀了我1天1夜，却未见有何人同门来相救。侥幸从他手中活了下来，丹田却被妖兽的毒液侵染，损伤了灵根。洛清雪脸上有一瞬间的怔愣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脸上的厌恶更上一层。明明是你修为不精，难不成还想将灵根受损这笔账记到同门身上？
明明是你修为低，连妖兽都杀不死，还要赖到我们头上。还是小师弟好，还主动拿出灵鹤让我们乘坐呢。我跪在原处，冰冷一笑，不愧是万人迷小师弟，明明是我拿命引开了妖兽，在师弟们的眼里，他们能转危为安的最大依仗，竟然是引出妖兽的小师弟。许是我的笑让洛清雪极其恼怒，一道灵力自指间迸射，狠厉地击向我的胸口。就是这个味儿，你是踏小石，被各种踩踏，等到大结局啊！灵力在距离我胸前半丈处生生被逼停，一道字符代码将灵力拦下，然后丢回给了原主人。洛清雪脸上的嫌恶还未来得及变成惊恐，便被自己反弹的灵力给打出10几丈开外，威压一瞬间消失。我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，慢慢起身，然后将众人未曾察觉到的激光粒子屏障收回。这是星际位面最常用的护身屏，其功能等同于修真界的金钟罩，但金钟罩想修炼到刀枪不入的程度，最少需要100年，而激光粒子屏障，我的仓库里有80个备用，且每个使用寿命极长。洛清雪伤得不轻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压根没有看清我是怎么出的手。方圆，你究竟用了什么暗器？大师姐，明明是你修为不行，怎么还怨我用暗器？有时间多提升下修为吧。废。话音刚落，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洛清雪不过30岁的年纪，便已迈入金丹，而我一个灵根受损的筑基废物，今天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打败。大师姐，愿赌服输。今日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必须要拿出一件灵物来抵偿。我没有与你打擂。宗门有规定，上台者便是替一方打擂。你方才上台与我动手，便是为了苏阳打擂。现在你输了，自然赌注你来出。只听啪的一声，上品宝剑在我手中断成数截，和地面接触，发出清脆碰撞声。这可是我爹耗费无数天才地宝为我打造的宝剑啊！回到偏僻住所后，我从储物戒中拿出玉灵芝，慢慢炼化。金色灵力顺着咽喉下淌，丹田灵根处传来一阵阵暖意。我能清楚地感受破碎的灵根在缓缓生长。宿主，咱们拿的是炮灰剧本，你这样我还怎么完成任务啊？任务要求是什么？完成炮灰一生的使命，狗到大结局。死后众人幡然悔悟，平日对你太过苛刻，你顺理成章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疤。让人幡然悔悟的方式有很多，我多砍他们几刀，他们身上的伤疤越多，悔悟的就更快更彻底。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吵嚷声，混账！给老子滚出来！我干脆利落地从仓库摸出个手榴弹，拉开引线，毫不犹豫地冲着来人方向丢了出去。方圆，你竟然使诈！原来是二师姐啊！不知二师姐光临寒舍有何贵干？方圆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！平时看小师弟不顺眼就罢了，竟然连大师姐都不放过！我这种人都能打伤大师姐，那大师姐岂不是更废？你这是在私下骂大师姐吗？这话让白凝冰一噎，支支吾吾半天没憋出一句话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师弟？处处针对为人柔弱和善的小师弟，简直是丢尽了宗门的脸面！哦，是吗？我究竟哪里恶毒了，让你恨成这个样子？师尊让我请你去戒律堂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今日怎么从师尊手里逃过责罚。我又看了眼仓库里琳琅满目的武器，虽然那没有试过星际武器与修真界修为的对比，但是打一个修为只有元婴期的废物师尊，恐怕是绰绰有余。我转身御剑去了戒律堂，刚一进门，威压便逼迫我跪下。师尊那冰冷如霜的声音自头顶响起：“方圆，蓄意打伤同门，你可知罪？”我咬牙顶住威压，一边在仓库挑挑拣拣，待会儿该用什么武器出手，一边怒回：“弟子不敢。”师尊，弟子曾与方圆有过婚约，但他为人恶毒，实在不是比尔的良配。今日弟子恳请师尊做主，退掉婚约，自此我们二人再无任何关系。我震惊地听完这句话，诧异扭头望向洛清雪。你方才说你要退掉我们的婚约，在听到我这句颤抖的话语后，洛清雪眸子里的得意更甚。说完，她含情脉脉地望向小师弟。谁都知道洛清雪是天之骄子，也是宗门弟子辈中的佼佼者，但谁也都知道我今天没有动用任何灵力，轻而易举地将天之骄子打成了重伤。苏阳眼见众人目光在我身上停留，忍不住开口：“都是阿阳不好，为了一株小小的玉灵芝，
与师兄闹成今日这个局面，阿阳愿意承受一切惩罚。方圆，亏你还是师兄呢，还不如入门3年的小师弟有大局之。方圆，不过是一株玉灵芝而已，为师命令你拿出来赠与阿阳。既然师姐觉得玉灵芝这么容易能拿到手，不妨亲自去采摘一颗，赠与小师弟如何？好，我亲自去给他采一株玉灵芝回来。方圆，你身为师兄，不懂得照顾同门，好好去霜寒崖面壁思过吧。是。霜寒崖常年一片冰霜，我懒洋洋地开启了防护罩，将温度设定在了恒温25度。宿主您终于老老实实走炮灰剧情了。这些星际武器不一定对付得了高阶修士，咱们安安稳稳鼓捣大结局，等待所有人幡然毁明后，任务就完成了。我充耳不闻，麻利地掏出扫描仪，迅速定位到了白凝冰所在的位置。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，他御剑跑得飞快，转眼之间便到了苦寒之地。那里守着的妖兽无数，白凝冰硬着头皮闯进了灵兽的阵地，与众多野兽厮杀在一起。幸亏储物戒中带的法器多，才堪堪捡回一条小命。然后带着玉灵芝仓皇回宗门，投影仪上浑身是血的白凝冰正志得意满地往回赶。我冷笑一声，霜寒崖上的结界对星际武器毫无用处，我的机甲可以分裂成原子大小，轻而易举地钻过结界，重新组合。我远程操纵着机甲在半空中疾驰而过，在距离白凝冰几丈远后，骤然化为一道灵光，狠狠击向他的胸口。白凝冰毫无防备，惨叫一声后自半空中跌落，昏迷在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林间。宿主，你要干什么？抢劫你看不到吗？抢劫完毕后，机甲机械手狠拉地捞回了白凝冰的经脉。干完这一切，我才悠悠回神，接过机甲带回来的玉灵芝炼化服下。一日内连续服用了2枚灵芝，让我的修为大涨，几乎可以与大师兄一战。此刻我只是后悔，应该多积几个人一起去取玉灵芝的。霜寒崖囚禁的日子丰富又多彩，短短3日，我便刷完了17部新上映的电影。直到这时，宗门才发现不对劲，因为白凝冰已经3日没有回宗门了。洛清雪焦急地派弟子出去寻找，他们足足找了5日，才将只剩一口气的白凝冰背回了宗门。此时他身上的伤口早已结痂，经脉错乱得不成样子。白凝冰的清醒是在次日午后，经脉刀割，自得藤丹田一片枯萎。修炼多年的他一瞬间便明白了自己遭遇了什么，他疯狂大吼大闹，几个师弟都摁不住他。二师姐，师尊他一定能修复好你的筋脉，你别难过。小师弟，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快去寻玉灵芝来给我，我的灵根说不定还有的救。二师姐，玉灵芝生长的地方危险无比，我修为低下，怎么可能取来灵芝？就连师尊都不敢轻易前去。你凭什么不去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灵根被毁？你必须去寻玉灵芝来给我。这时，我施施然迈进二师姐厢房。师兄，您还好意思来？若是你当初将玉灵芝送给我，二师姐怎么会去为我采摘灵芝，导致修为被废、筋脉寸断呢？苏阳，明明我是为了你去采摘灵芝，你还想把矛头引到大师兄身上。二师姐，你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，从此之后我们恩断义绝。白凝冰拖着一身伤跪倒在我面前，哭着恳求：你一定能为我寻到玉灵芝的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个狼狈的女人，瞬间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个位面没有任何人受到书本的意识束缚，他们都有正常的思维。先前认为我恶毒，不过是牺牲我拿来在小师弟面前邀功而已。我这块踏脚石越用越顺手，至于我本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恶毒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的储物戒里的确躺着几十株玉灵芝。宿主现在是个好机会，你的储物戒里还有许多玉灵芝，拿一支出来做个好人。等到大结局，白凝冰一定会后悔过去对您的所作所为。师兄有件东西要送给你。白凝冰脸上浮现出巨大渴望，我伸手掏出一堆玉灵芝以及一件件的灵石法器，甚至还拿出了几滴营养液倒在了手背上。多谢师弟赐养，来日师弟不管有什么吩咐，师姐定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谁告诉你我要赐养？赏你几个铜钱就算是可怜你。师尊有令，你的修为筋脉皆已被废，早日收拾收拾，滚去外门当洒扫学人吧。师弟，你有这么多灵芝，我只要一颗就好。还有你的神药，一定能治疗我受损的筋脉。不就是灵根被废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二师姐心里只有小师弟一人，想必小师弟定会为师弟寻到灵芝。师兄我就不操这份闲心了。我迈着轻快步子回到了自己的小院，身后洛清雪悄无声息地出现。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我迅速后退一步，与他拉开距离。他的眼神里有不解和疑惑。方圆，你现在为何躲着我？我当然要躲着你。你这种金丹废物阴魂不散，万一缠上我怎么办？方圆，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？在宗门哪个人不是视我为天之骄子？被我这个筑基摁着的，宗门还指望你光摇门楣？大师兄，你怎么能对大师姐下手呢？我这是与废物切磋，让咱们大师姐知道自己在宗门究竟有多不中用。方圆，我好心来提醒你，明日去幻境试验，想让你跟随我们一起，以防妖兽突然袭击。谁知你竟然这么不领情。既然如此，明日你不要与我们一同去秘境了。我只是已经接连2次将金丹期的大师姐踩在脚下，可他们仍然认为我是个不中用的筑基修士。难道我也是这本团宠文 play 的一环？不踩我这个炮灰团宠，剧情就无法进行。阿阳，不要与他废话了，我已经与他退婚，没有了洛家在背后支撑，他很快就知道一个筑基修为在修真界到底有多寸步难行。看来是想利用洛清雪在我面前上演一出好戏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秘境试炼3年开启一次，秘境里的法器灵物大多深埋地下。我从仓库掏出扫描探测仪，短短片刻，一份完整的透视图便在眼前呈现。不管是什么法器灵物，皆在图上标注的清清楚楚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刚想准备前往上古灵剑所在的地方，身后洛清雪那啐傲的声音传来：“方圆，你还当你多有骨气呢？这才刚刚进来不过2刻钟，就眼巴巴地追上来了。”我回头一看，只见洛清雪带着苏阳与同门师弟们正往这边赶来。在众人未曾察觉的地方，我悄悄地松开手中一枚小小瓦斯。见我不出声，冥顽不灵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大师兄，大家也只是关心你而已，你怎么总是不领情呢？我这里有一颗小师弟特意炼制送给我的丹药，现在就把它赠给师兄了。警报！检测到眼前物品3氧化2星超标，俗称砒霜。小师弟，这可是我送给你的丹药，你怎么拿来给别人了？苏阳刚想大义凛然说教一番，只听不远处有妖兽的嘶吼声传来，且快速向这边逼近。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暴怒的妖兽便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大师姐怎么办？这妖兽好厉害！方圆，你去引开妖兽，我先带师弟们离开。大师姐这么心疼同门，怎么不自己上前引开妖兽呢？师弟们修为低下，需要我来保护。方圆，你引妖兽比较有经验。这人究竟有多大的脸？还是我脸上刻着炮灰2个字？大师姐这么心疼同门，怎么不自己上前引开妖兽呢？洛清雪被拆穿了小心思，脸皮一红。洛清雪没料到我油盐不进，眼见妖兽在一步步逼近苏阳，突然惊喜道：“我有灵鹤，可以带大家离开。”灵鹤是师尊送给小师弟的灵物，可以带人飞翔至半空中。脸色苍白的师弟们迅速爬到灵鹤后背。哎呀，没有位子了，还剩大师兄没有上来，这可怎么是好呢？这么寒酸的灵物，待会儿8成要坠毁，求着我做我都不做。很好，既然你们大师兄看不上灵鹤，那咱们就不多操心了。阿阳，咱们走。妖兽见猎物飞走，张开血盆大口冲着我撕咬而来，在距离我半丈远的地方被激光屏障狠狠反弹回去。我掏出一个小小的声纳仪，一段凡人耳朵无法听到的音频传进妖兽耳朵，它缓缓停止了攻击，双膝下跪，摆出臣服的姿态。我从仓库里拖出长炮架，好对准在天上摇摇欲坠的灵鹤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然是把那群废物从天上轰下来。我要让那群废物知道，修真界的灵力修为在高等位面的科技面前就是辣货。本是庆幸脱离妖兽攻击的众人，突然被不知名东西攻击，大难临头，谁愿意下去等死呢？我的那群废物师弟们个个揪紧了灵鹤的毛，生怕自己摔下去。炮弹带着定位导航系统，准确无误地落在灵鹤脑门上，几人狼狈从半空中摔落，还没来得及查看伤势，妖兽又从一旁跳出，径直冲着苏阳咬去。抓起身旁要修小师弟，抵挡妖兽的攻击。我拍了拍手，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瓜子嗑起来，身旁还丢了个液体蚊香驱蚊虫。机甲机械手正忙活着摘树上的野果子为我充饥，就连系统都哆嗦着给我侦查地水。投影仪里厮杀还在继续，修为最高深的洛清雪没有了本命剑，修为大打折扣。仅仅是与妖兽过了几招，丹田里的灵根便出现了被侵蚀的迹象，与我当初灵根被毁的开始一模一样。妖兽将众人打成半残后，才心满意足离去。这群人中只剩下大师姐勉强能支撑起身子，以及拿师兄们当肉盾一身，修为被毁了大半的苏阳。我起身在仓库里翻找了一圈，然后拖出了一枚原子弹。宿主，你拿这玩意儿出来干嘛？这东
东西威力太大了，幻境不得被夷为平地啊！我仔细查看了下几十里外的一处标记，在这座山下面埋藏着一把上古神器，可惜埋得有点深，不拿原子弹轰出来，凭借我的筑基修为，怕是100年都挖不穿地心。我一脚踹开系统，驾驶机甲往标记处飞去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我凶残地掏出原子弹，在周身设置好安全屏障后，将小小弹头丢到了上古神器所在的山头。半个幻境被原子弹轰得倒塌，只光秃秃地留下一把上古神器。机甲的机械手将神器取来丢给我，许是原子弹的威力太过骇人，神器一点都没有嫌弃我的筑基修为，轻而易举完成了认主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幻境。幻境外，我的同门师兄弟们情况并不算好，洛清雪灵根肉眼可见的变成黑色，最凄惨的还是小师弟，生生没了右臂，别说继续修炼，就连留在宗门砍柴挑水都不可能了。师尊着实没想到，他的徒儿们只是进了幻境一遭，出来后居然成了这副样子，峰里几乎后继无人。方圆，你怎么照顾的师弟们？为什么大家都伤得如此重？你可知罪？没办法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保护耀修小师弟，所以伤成了这副鬼样子。是小师弟拉我过去抵挡妖兽，我才变成这样。师尊，求求您给我做主啊！弟子以后还想继续当妖修。方圆，你的师弟们都成了这样，为什么你没事？你这个畜生，居然做出这种事情！徒儿忙着找神器去了，哪里有空搭理这群废物？啊！方圆，你居然有这等机缘，快把神器给为师！你也配？逆徒竟然敢忤逆为师的话，你若是不交出灵剑，今日为师便清理门户。师尊得罪了你。师尊，本门规矩，如果弟子打赢了师尊，那便取而代之。方圆，你一个筑基还妄图挑战元婴修士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今日为师就将你逐出师门。如果说御灵芝能修复灵根，那么效用更好的御佛之便能让被毁掉的灵根起死回生。哼，巧了，我刚在幻境里采到一株御佛之，只是可惜就这么一株，到底该给谁呢？方圆，咱们自小就定下了婚约，我是你未来的妻子，这御佛之自然是给我用。胡说！方圆为师含辛茹苦10几年将你养大，这御佛之该是师尊享用。再说洛清雪已经提出退婚，你们早就没有婚约了。糟了！小师弟在幻境中送我的灵药被我融在御佛之里了。这是怎么？方圆为师的灵根快不行了，求你再给为师一支御佛之吧。我无视他的哀求，而是疑惑抬眸望向宗门上空，只见半空中飘着丝丝缕缕的魔气，且越来越浓郁。宿主是本位界的魔尊来了，他的修为可抵得上大成修士。本尊感觉到你们玉鼎门似乎有极强烈的波动，难道是什么神器混世之流？原来是我在幻境中炸的那颗原子弹，居然让远在千里之外的魔尊大人都感受到了。这么一个小小的宗门，挥手间就能灰飞烟灭。我不杀80层激光屏障，我看你拿什么破！这才是修真与科技的终极对决。我打起12分精神，将激光枪拖出。区区筑基，竟能撼动本尊天罡，
此子留不得。魔尊终于收起了脸上的懈慢，想尽快将我击伤。仓库里的武器还有大半，魔与修士本质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依靠体内的气来攻击。一旦魔气耗尽，那便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。魔气被铺天盖地的武器攻打，消耗得十分迅速，而我的粒子武器被粉碎成齑粉后，在太阳的光能下再一次凝聚成型，继续往天罡之气上撞击。魔尊体内魔气消耗大半，他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，想凝聚剩余魔气给我致命一击。魔气距离我几丈远时，我的身形在原地骤然消失不见，隐身仪带着我早已飞出几十里以外，然后又迅速出现在魔尊身后。10颗原子弹被机甲带飞到魔尊身边，同时引爆，魔尊一瞬间灰飞烟灭。宿主不好了，咱们在修真界大量用星际位面的武器，天道极其不满，要求您迅速脱离这个世界。我可不可以打死天道？不可以，他能没收您在所有的武器。何况您在这个位妹原本的结局，就是魔尊在与高手对决之时，不小心将您一并杀死。您与魔尊交锋，提前触发了原定剧情。愿意。方圆，你的修为突破大成了吗？竟然可以将魔尊诛杀！我马上回洛家告诉父亲，咱们选个吉日成亲吧。时间紧迫，天道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必须要尽快脱离修真界，前往星际世界做任务。我抬头看了眼虚空之中，在那里系统生成了智能 AI 模拟影像，像极了天道的降临。方圆，你可愿飞升成神？弟子愿意。是天道的声音，方师兄被天道选中，要飞升成神了。你若有师尊，可与你一同飞升前往神界。弟子是方圆的师尊。弟子之前被逐出师门，已经没有了师尊。弟子被人退婚，如今迥然一人。那同门师兄弟既被逐出师门，何来同门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便一人飞升成神吧。方圆，我是你妻子啊，我们的婚约还算数。方圆，你带我飞升吧。在确定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，系统带我脱离了修真界。暂休1日后，我打算继续前往星际位面做任务。透过影像仪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离开后，玉鼎门上上下下乱成一团。在洛家得知洛清雪退婚的未婚夫竟然飞升后，立刻将人给赶出了洛家。而我的师尊没了修为，一代掌门沦落成了外门的洒扫弟子，每次受到旁人欺辱时，都崩溃大喊：本尊徒儿已经飞升了。若是他回来，一定不会轻饶你们。已经无法修炼的小师弟被所有人抛弃，师尊甚至还打算将他炼成丹药增进修为，只是因为灵根被损才作罢。万人迷光环褪去，小师弟成了修真界的一块不起眼踏脚石。我将注意力又转移到自己驾驶的机甲上，眼前是万千小世界中的星际位面。识海里系统还在聒噪地跟我讲修真界发生的一切稀罕事儿，但我没有兴趣知道后续。修真界的一切将永远消散在记忆中，再与我无关。